欢迎来到今天在一起第122期直播，等很久。7月31号，终于来到最新的更新 1.4.0。第一个改版的东西是超魔神跟调整平衡，分别是这9只啊。第一只剑影，它上调既有的技能与它的效果，在发射剑气时攻击力等比的增加伤害，新增更加强大的剑气必杀技1级毙命技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魔神改了什么东西啊？首先是剑影啊，这边造型我已经先拿了。这个造型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非常帅。这是第2阶段，这是第3阶段。Hello， 这是第2阶段，第3阶段很漂亮，蛮喜欢这个造型。看一下他的技能，他的文物是没有变化，一样也是每秒烧伤生命。然后他的持有技能有变化，首先是狩猎鬼怪，攻击时以一定几率发射4轮剑气，对吞到战所有敌人造成攻击力的伤害，这个是新增的，攻击力伤害是新增的，本来只有生命值上限伤害，并且只有这个技能，然后后来他把这个系数上调了一点，同时也把这个攻击力伤害也放出来，所以这个基本攻击力就有不错的数值。不过它的攻击力是非常低啊，基础攻击太低了。15000，然后成长值也一般般。21等是6万，23等是75000。我这边先跟各位分享一下。然后新增的技能叫1级毙命，发动狩猎鬼怪时，以一定几率发射额外剑气，对吞到战所有敌人造成攻击力7000%伤害跟防护罩上限是重点，专门打地狱用的防护罩上限额外伤害。也就是说，我发动这个就有机会再发动这个额外剑气，额外这个发动8.2%有机会在7.6%再发动一次，所以这个几率是非常的低，所以它需要是把攻速叠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它最需要的就是跟巫毒。待会我们再实战一下。阿修罗是上调既有技能的效能，可在想要的瞬间击杀所有敌人，可以手动控制秒杀的那个哦。然后进行召唤之后，可透过合成额外零件强化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玩阿修罗的时候，你先出了一只阿修罗，还可以继续召唤。继续召唤的话，它还会提供一个合成的功能，把它消失，并且强化主体。这个可以一直强化。也就是说，一场如果你合得够快，你一场要合50只都没问题，速度够快的话都没问题。所以那个强化是非常高、非常好的。阿修罗它可以手动选择它的那个地图消灭小怪，因为它不打那个首领。你看这边。可以发动一次击杀战场上所有敌人机会一次，本来召唤就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有战术价值，在太空士兵新增暴击伤害无限增加全新技能瞄准射击。太空士兵它的文物没有变化，然后它这个基础也没有变化，但它新增了一个技能叫做暴击伤害增加4.4的瞄准射击，这个是跟我们这些是挂钩的。它如果打100只的话，以我现在的等级打100只会增加440%的爆伤吗？因为暴击伤害提升其实是非常难，唯一能提升爆伤的就是青龙的文物效果。那他这边就会给他自己带爆伤，同时他技能也会加爆伤，所以他的暴击伤害是非常可观，甚至可以达到1万。不过他没有打生命值伤害，也就是说他是单纯靠数值去撑的。这只可能在地狱上还是不能登场，但是在一般跟困难来说，难度更简单了。更好练，用它来当输出，相对来说比其他角色更容易一点。金币富翁上调技能与效能，上调专用文物的效果，而且新增按照持有金币更强的全新技能挥霍无度。金币富翁它的文物的基础伤害有提高哦，本来是200多上下。现在已经多了2倍，2倍很多。看一下它的持有技能，我爱钱。这个原本基础数值是+1，再变成+5，现在要调整成+20，所以这个提升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要解称号的话是更加容易。再来是这个，这是它的第2个技能，可以主动使用，叫做挥霍无度。使用时我爱钱效果变成2倍，也就是说这个乘以2啊，用它就会变320。金币提升攻击力，但是进行攻击会消耗金币，所以你的金币会越用越少，但是你的伤害会很高。所以如果你想解称号，提前解完也是可以先提前打开。不过这个作为输出来说是要非常大量的金币，通常金币没有上万，应该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技能，因为使用这个技能就会很快就消完，打一下就减1了嘛，减38了嘛，对不对？哥布林暴走族上调既有技能与效能，改版专用文物黄金棍子。
增加暴击率效果。新增获得金币时，我军同时获得金币的分配金币技能。哥布林暴走族，它的文物有变化，小黄金棍子每持有100金币，暴击率会增加，然后一等是1%哦，一等是1%，也就是说一等的文物10000金币就能100爆，它是持续100爆。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用特别去堆孤独数值补小补吧。那持有技能是挥动棍子，攻击时以更高的几率获得金币哦。本来是暴击时获得2啊，它已经加强，然后暴击的时候也是13%的几率获得更多的金币。这个技能就是把原本文物的效果移来这边的技能，它的分配金币可以也是同样的几率分给自己的队友，所以它有13%，同时这个也是13%。这个发动之后，这个才会再触发，所以这个几率也应该是蛮低。幻影史莱姆上条既有技能与效能，移除成长失败时，幻影史莱姆会消失效果。成长失败时将重置强化数值。幻影史莱姆现在不会爆炸，那它成长的时候攻击上升更高，应该是更高吧？之前有这么高吗？之前应该1半，我记得。然后失败的时候爆炸，对范围敌人造成这么多伤害，并且重置强化数值。现在变成说我失败了，但是我不会消失，但会变成家里就不会一直叠加上去。同时它有冷却时间，然后这个一样没有变，这个增加一些几率啊。本来几率是13还是多少，我没有印象。可爱鼠觉醒时暴击率100%。也就是说，觉醒的时候是100爆，觉醒攻击时增加爆伤。可爱鼠也进化了，可爱鼠的这个文物没有变化，然后它的技能这个开场有觉醒也是没有变化时间，它唯一变化就是觉醒的时候必定暴击，觉醒的时候100爆，然后同时又加爆伤，爆伤加的数值也蛮高的，攻击速度这是原版的，这些技能的数值都是原版的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就主要是让它100爆，同时又加爆伤，这就是它的那个关键重点。然后克拉拉是上条既有技能跟效果，现实炸弹技能改版为光是使出基本攻击也能发动，也变得更强，可以叠加哦，可以叠加炸弹是吗？专用文物兔子炸弹改为指定设置与攻击目标，所以它就不会随机放，它是攻击目标的时候会上炸弹，然后既然火花的转换炸弹把它削弱了，同时变成剩1啊。对于火花来说很大的角度，但是它的既有技能是可以叠，非常厉害的。克拉拉它的文物的基础伤害值也非常高啊，而且它的目标是对攻击目标，而不是随机设置。然后这个爆炸的时候，同时如果现实炸弹会爆炸。然后克拉拉的格林机枪没有变化，但是它的现实炸弹攻击时一定几率设置现实炸弹，同时设定这个炸弹会爆炸，对范围内造成生命值上限以及攻击力趴的伤害，这个基础数值算不错，对于困难来说是可以玩的。不过地狱的话，因为没有防护到伤害，所以这个生产几率还是不高，除非配金毛。不过它晕眩其实也不错，2秒晕眩2秒可以一直叠啊，这么厉害。再来是冲冲压，强化成功时数值变化量大幅增加，就是进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。冲冲压的话，它进场强化才看得到，它进场强化会增加额外的数值，这一点的话到时候再看看。然后第二个主题是新增各种丰富全新造型，电影的新造型，哥布林暴走族的新造型，以及下一个通行证，下个礼拜有宝箱怪，就是猫咪宝箱。然后新增了每日成长的阶段签到簿，总共有7天。第一阶段的时候会给这些东西，然后它每天呢慢慢变多，慢慢变多。同时每过一天，它连前一天的奖励都会一起给你。一周总共有7万银币，随机超魔神等于180个魔神石，斑纹5个，123票。然后魔物专用纹路随机的就不太重要。6000钻石随机的超魔神纹物。那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上一个阶段7天都登录领完，它可以再领取一次。第二阶段总共有14天2个礼拜，然后第二周它会给你700魔神石，6个自选文物，5种随机文物，然后4种选择的魔神，3种随机，2种可选，它所有文物的其中一种选。哇，那蛮强哦，有料的。哇靠！2周可以领880魔神石，然后票券有多吗？2周领那么多，2周领很多700颗然后第3个主题是赛季通行证，喵和宝箱怪，这是它的下一季的造型。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应该会买，毕竟是猫猫，然后这个造型也很好看。外框也很好看，这个就没有看懂。这个跟上一季的那个通行证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主题是宝箱怪。然后第4个是下条新增挑战任务，
新生魔王的新生挑战等级5等，这个就是让新手更容易解完他的新生挑战，不至于那么难解。新增扭曲魔王人称号奖励，通关一般第5阶段只获得魔王军，通关困难第7阶段只获得精英军。哦，酷！这个应该是最重点的，记忆体最佳化与改善配对系统，可以顺畅进行游戏，进行记忆体最佳化作业，并且改善配对系统，以确保合作模式的稳定性。所以你的剩余储存装置跟记忆体越充足，最佳化效果越显著。我不确定，这个应该要测试，这个等广大玩家测试。然后冲冲压奖励球可以跳过。阶段的错误是第10阶段的时候防护罩超级高，打不完，现在修正了。修正以扭曲魔王神不套用晕眩免疫的效果。这个我记得是地狱改版后新增的那个晕眩免疫，就是每一回合打怪没有打完，它会增加20%的晕眩抗性。那它这个应该是生效的。然后修正赛季黄金宝箱没有拿到奖励的现象。好友聊天时间错误，自己发放好友邀请跟封锁，可以像邀请自己加好友，还有封锁自己，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这边来玩看看了，马上来测试。来这边测试一场，也原地测试，不会卡，很顺很顺。第一个来测试啊，剑影能不能玩？剑影的话，玩法其实跟困难是一样的。困难怎么玩的？有人还记得吗？有人还记得困难怎么玩的吗？它的重点就是一开始只要出小偷跟奸商就好，卡住才开始招海贼王以上。来一只啊！哦，很帅，很帅。他这个造型我觉得值回票价，设计的很棒。来看他的激励，他的激励其实也蛮高的吗？我也不确定。这是12等的剑影，12等有8.2%。然后他的基础伤害是可以打掉那只奸商的，不过打的他是随机打的，他是打距近范围的，所以这个只还是要稍微卡一下再打，要不然伤害会有一点点不足，稍显不足。他基础毕竟没那么高。然后玩剑影的重点就是最好先出兵，因为他怪很容易跑走，最好先出兵。兵出到右下角哈，这边就自己玩自己的，叮咚扣个1。如果你觉得他输出稍微不够的话，你可以给他派一只瑞吉克在旁边，给他加个攻击，加个暴击率，他摆爆还是蛮厉害的。石头出来之后，兵出来之后，一只石头，一只兵，一只剑影就可以开始叠攻速了。什么情况要补剑影呢？就是在后面的时候啊，一开始大概2、3只，然后开始补巫毒，补巫毒起来，然后石头拉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打更高的悬赏，资源就不缺了。一开始会缺资源，但是有办法控住，就可以把它好好的那个卡住了。然后巫毒出在左下角啊，一只兵，2只石头够的，其他甚至可以转宝箱之类的。其实这个时候就很顺利了，大概4只石头，而如果低等的石头可以5只，主要还是巫毒的等级要高一点。如果巫毒等级不高，就多用数量来补足。他的剑影跟我的等级差2等，不过这边需要先专2降级，所以这个等级还是会降级，基础还是不好打这只王。不过有补救了一下，不然的话一次降5只，重合有点哭啊。然后石头开始卡住之后就可以一路招到底了，他就随便打了。剩下的重点就是补攻速，我觉得一边5只巫毒就差不多了，一边5只啊，这边保险一点用5只石头。不过目前的输出是非常充足，所以完全不担心。再出一只，那我们这一场就不核弹了。他目前打完的速度还是算不错的。如果有机会重置，如果有机会重置的话，就有点需要直升机。看起来要吗？要。那我们就出一只人错率展示，展示一下人错率。打不到怪，打不到兵。然后这边就有2个选择了，第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把巫毒合完，
第二个选择就是先招阿修罗。阿修罗的目的是为了之后的关卡，就是80关过后、90关过后的小怪，因为后面的小怪很难清，速度比较慢。那个时候清理的话，有可能是需要阿修罗去协助辅助出的。然后阿修罗一等就可以出，不过要出4只，比较考验合成的功力。这边就看那个看驾驶员，驾驶员可以判断要不要出。那我觉得是不用特别出啦。其实推荐电影的话摆在后面，然后石头这样子摆，类似摆这种，摆在那个 T 的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是很近。如果王不是盾牌的那个免疫的话，其实它会直接定到那小怪，不会定到王。合完了就可以加速了，就这样子，50关、60关合完就可以加速了。它也不用特别顾，就是有点清不太掉的时候再减速这样子。如果不出阿修罗的话，选择也可以是更多的巫毒。我觉得更多的巫毒是比较重要。目前的攻速是224%，当前不足，所以我们也许需要再补。这场先玩一场那个吗？没有阿修罗好了，就直接和那个先测试一下一般等级玩下来的体感是怎样，然后再可以招那个大只的，因为他定住就随便打。他打那个骑士团长的速度跟打大法师的速度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因为都打借那个生命值防护罩伤害。我们等下合完就可以加速了。然后那个石头摆越靠近前面越好。怎么有人点压啊？然后打完的时候减速哦，打完的时候减速，减速的话比较好打，触发的几率更高。不过这只应该是会放掉，因为基础不高。这个增加强化的数值好像不错，然后可以适当强化一下。电影的话是不太需要强化，不需要青龙，可是这只玩打的比较久。那当然也可以不用打大法师。大法师其实是可有可无的状态，除非你需要资源去升，不然的话其实没差。然后5个石头啊，因为石头等级比较低，攻速目前是365%。这个大概是10等的巫毒，大概他有5只，我有5只，10只巫毒，10只巫毒，所以算不错。然后就给他加速，一直加速。打完都要减速。这次打完比较慢哦。但是数值还是但还不错。然后需要直升机去改位置。然后调整好位置啊，避免小怪一出来就消失了，就瓦解。完打完了，这边有个加金币，多1只。然后那个直升机把位置摆回来，要摆近点哦。然后80王不用减速啊，这只王是很简单的。90王如果想要收的话可以减速，等到反击没差啊。看我这边的怪就知道了，轻的玩。这只王其实收不掉的，这只王其实给它放掉没关系，不过我们就这样放着就好。它的基础来说还是蛮难打的，因为它回血嘛，回血几率还蛮大的。可是又好像有机会，双方都集火的机会比较大。然后这只王其实给它放掉也没差，那我们就加速，这只给它放掉。这样子也不错，玩起来还是不错哦，体感还是不错。等东哥制作懒人吧。然后打完之后减速，减速的同时把剑移到左边，
电影要移到左边，要不然他会打到小怪。不过这样子也可以啊，哦，这样子也可以啊。结论：电影很好玩。如果你会打困难，那你就会玩电影。应该是这样子。你只要会玩困难的电影阵，你就会玩地狱的电影阵。一旦你都可以玩地狱的电影阵，那你就是地狱就随便打了，2个会玩都随便打了。